大龄剩女的结局是什么？这是网上爆火的问题，1.8亿人围观，近2万条回答。翻下面的评论，没有结局，结局就是继续单着。似乎每个人都很悲观，但今天这场相亲却给出了最残酷也最真实的答案。有些剩下不是命运的判决，而是一场持续了40年的自我围剿。到了多久？你赶到吗？是。这位40岁的大龄女生，第一次相亲就整整迟到了1个小时，落座后全程低头玩手机，完全无视对方。大哥一脸无奈，鼓起勇气问出了他最不愿问的问题：演员吗？可能是吧，缺点演员，或者缺点演员啊。对，我坐过去噻。大哥失落而去，下一秒他却彻底崩溃大哭。他不甘心自己40年的等待，却换来的是和这种人渣相亲。但讽刺的是，这场相亲从开始就注定失败，因为他等的不是一个丈夫，而是一个永远回不来的幽灵。他啥子都会，他睡的那个小木床也是他爸做的。不煮饭更，煮饭他更凶。他一个人在公用厨房，又煮饭又开洗衣机，还带娃儿，没有人能和他相比。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这种，你老是去哪里？他太完美，在我心中他是世界上最完美的。母亲用一生的怀念，将亡夫浇筑成了一座完美神像。这不只是爱情，更是一道传给女儿的情感枷锁。世界上的男人，要么像你爸一样的神，要么就是次品。于是，女儿用自己40年的情感空白，活成了供奉这座神像的活祭品。一个是他要找小的，经济条件好的，就跟选妃一样的，说这些身高、身材、学历、年龄、家境，啥子都选完了，就最后漂亮2个字他没说出来，最后就给人家加个微信，就很好，照片一发就没声音。母亲的这套受害者剧本，完成了一次完美的责任置换，把自家对神的苛刻追寻，全部说成是外界对人的残忍挑剔。这位女儿穿上了一层厚重的心理盔甲，也预设了外面的男人都是浅薄挑剔的评委。所以当她踏入相亲市场时，眼里早已没有了期待，只剩下审判。仅仅过去10分钟，她撅着嘴就出来了7年的52了。这根本不是年龄问题，只是她内心完美父亲形象的投射失败。即便遇到年龄相仿的，她的防御系统也会自动升级，这不仅会让她严重内耗，更会伤及对方。我还是第一次这种，真的，我这本来也是很主动的。我跟你说，就是我最起码尊重，第一个是尊重何亮老师来了，其实年龄这些都无所谓，因为他是未婚，我是已婚，而且就是只要能在一起能够过日子生小孩都无所谓。我不是你说就是很愁人嘛，不愁，你不是年龄高点儿。第一个52，第二个就这种。影响呢，我觉得我都可以忍，贪图我是真不喜欢，我永远不会找做生意的人，这点扛死了的。从年龄不对到职业不对，他的理由在变，但内核从未改变。他正用一把叫父亲的尺子丈量每一个活生生的人，量遍了全世界，然后宣布全世界都不合格。40岁，母胎单身，财务独立，这本该是清醒与从容的资本，却死死困在了童年的剧本里。他的故事是一面极端的镜子，照见的或许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那个关于完美的幽灵，心里有个被供奉了很久的完美想象。当一个人长期活在这种想象里，现实中的任何人都会显得不够好，不够纯粹，也不够安全。不是因为对方真的不行，而是活人永远无法胜过被反复美化的记忆。于是关系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，相遇还没发生就先被否定。表面看是清醒，是理性，是标准高，实际上是内心早已对真实关系关上了门。从这个故事里能看到，年纪从来不是问题，真正的问题在于，当人生一直拿完美做参照，现实就只会不断显得残缺。很多困境并不需要等一个更好的人出现，而是需要看见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不完美，允许关系不伟大、不神圣，允许爱是具体的、琐碎的，甚至带着缺点的。当那个被神化的完美形象退场，真实的人真实的靠近，人生才终于有机会继续向前。你们说呢？